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南美洲24天，行程28000公里。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领略了奔放的桑巴风情，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我们沉浸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汤果的激情优雅和莫雷诺冰川的壮美，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雄奇的山塔和乃蓝色的佩赫湖，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3月2号了，这是酒店里的免费早餐，我们拿了好多的水果和果汁儿。今天我们准备到利马街头去逛逛。嗨，大家好，新的一天到来了，神清气爽。利马是秘鲁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它坐落于太平洋沿岸。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城市，它融合了古老的文明与现代都市的独特魅力，所以它也被誉为南美洲的文化明珠。我们现在坐网约车从酒店到这个利马的圣马丁广场，然后准备从圣马丁广场开始徒步游玩。圣马丁广场是利马最著名的广场之一，它位于利马老城区的核心地带。它是以秘鲁独立英雄何塞德·圣马丁的名字而命名的，是城市的重要地标，也是秘鲁独立历史的象征。我们来到了圣马丁广场这里，这是利马的圣马丁广场，好多鸽子，这个骑马的就是圣马丁。这里警察在早会呢，警察还不少，现在看着他们有一股亲切感呢。今天阳光很好，来在这里照张相，既可以照到圣马丁，又可以照到警察，还有鸽子。这鸽子还挺多的诶。圣马丁广场于1921年正式落成，以纪念秘鲁独立100周年。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圣马丁骑马雕像，雕像底座刻有他的历史功绩，展现了这位解放者在南美独立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它的周围，这个广场的周围是被对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所围绕，有著名的圣马丁大剧院。从这个圣马丁广场这边准备去到它的武器广场。这个圣马丁广场隔这个武器广场呢只有几个街区的路程，而且这个方向的走向呢还是步行街，在这个步行街上逛着还挺舒服的。现在是9点50两边的店子呢大部分要10点钟才开门，所以很多店子还没开门呢。街上走的有一大半都是游客吧，文街还是有车，油门还轰得挺响的。好了，等红绿灯。给行人的时间还挺长的，这一小条街有1分钟。银行里约宝还有对着外面的自动取款机，不像巴西一个对着街外的自动取款机都没看见。10点了，商店陆陆续续开门了。这个店子还有点特色，刚开门卖耳环。再过另外一个马路，这一边是一个旅馆，这个旅馆还挺漂亮的，有点特色。小狗那边完了回来，有的是从这里来的。不一样。前面有个啥，很多人在这里照相，看一看。著名的教堂，这个教堂有点特色，大异光。这是利马的仁慈圣母圣殿与修道院，它创建于1534年4月13号。最初的教堂呢为木结构，
目前的砖砌教堂是第2座了，它的主要特征是1591年由克里斯托夫·戈麦斯雕刻的这个装饰繁复的巴洛克立面，确实非常繁复漂亮。这个门厅进来看一看，还有在做礼拜的。se lo cambia. Sigue siendo el mismo cerebro, tiene que dilucidar, discernir, razonar, pensar, analizar la actitud del papá. Discernir el papá que razonar, pensar cuando el hijo menor le dice la actitud del papá. El papá que cuando el hijo menor le dice, dame la parte de ese que me toca, aquí tienes hijo. Ningún papá. ¿Me estás entendiendo? 这个教堂出来了，街边上有冰淇淋店，味道还不错。现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武器广场，广场中间的这一个喷泉原来是绞刑架的位置。广场北边，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政府宫，广场西侧是旗帜公园和利马市政宫，还有 Correctors 杂志的总部。东边这边就是利马的大主教堂了。看看这个大主教堂的顶，这前面写着利马2个字的标志也非常漂亮，我们来跟它合合影。秘鲁总统府，这里有警察的，2、4、6、7，前面这一圈就有7个警察，警察还挺多的。这是总统府的大门，那边那个角上面也站着2个警察，拐弯的那里还有。我们现在从它前面走过，虽然这边拦着栏杆，不过看起来还不错。边上这条巷子叫奥莱雅通道，也挺漂亮的。亲爱的，这个总统府，我们对着它的右手边就是利马的大主教堂了。这个教堂据说也非常漂亮，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些装饰确实金碧辉煌啊，像真金的一样。它是罗马天主教利马总教区的主教堂座，也是天主教利马总教区的行政总部。始建于1535年，此后经历多次重修，但仍保持了西班牙殖民式建筑和立面。现在的这个建筑物是建成于1924年12月8号的，由波兰建筑师设计，被认为是20世纪早期利马新殖民建筑的最好的范例。我们现在从武器广场走出来了，街上好多车，好堵啊！我们准备走到一个车少的地方，再搭车也好上车一些。街上还是有好多这种卖水果、卖水的摊子，但是我们不敢买这种散装的东西。没走多远就到了像中国城一样的地方。买帽子的地方，裙衣服，利马的中国城啊！这里看到卖肉的了，好新鲜啊！好久没有看见这样卖肉的了。肉还是挺新鲜，挺多的。卖什么的？卖猪蹄的，看到没有？卖带鱼还可以在这吃哎。15块钱，1公斤的15块钱的扇贝，虾子30块钱，它本地的1公斤。在中国城出来就碰到查非法移民的，这也能种植，厉害。
现在我们来到利马著名的爱情公园，它是利马著名的地标之一，它位于米拉佛洛雷斯区靠近海岸的悬崖边。这个公园以其浪漫的氛围、绝美的海景和独特的雕塑而闻名，是情侣们和游客常去的地方。公园的核心是一座由秘鲁艺术家维克多·德尔芬创作的巨大雕塑，名为吻，热烈拥吻的场景象征着爱与激情。爱情公园。园内的墙壁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马赛克，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浪漫的诗句和名言，表达对爱情的赞美。公园位于悬崖顶端，俯瞰太平洋，也是欣赏日落的绝佳地点。爱情公园是举办婚礼、纪念庆祝以及情人约会的热门场所，在情人节，这里更是充满了庆祝的活动。看那边，滑翔伞，我知道。沿着爱情公园的马勒贡沿线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看见著名的拉尔科马尔购物中心了。在这里可以享受美食和购物，这也是非常著名的景点之一。下面是吃饭的，去看一看，香蕉饼啊，巧克力啊。泰国冰淇淋啊，这一节是喝酒的，这是泛咖啡，一份饭还可以，10美元不到。再到下面看看，可能凉快一些。这里有个甜人，没看见什么特别想吃的，最后点了奶茶鸡肉牛油果沙拉，结束了今天的游玩。现在我们来到了利马的国际机场，准备送姐姐回国。它是晚上8点10的飞机，首先要飞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再在阿姆斯特丹转机飞香港，再从香港回国，全程要30多个小时，辛苦了。南美确实离得远，一路顺风，我们下次再见。3月3号的早上4点来钟，我们又来到了利马国际机场，我们也要搭早晨7点15的飞机回家了。进入海关了，里面安静多了。我们也没有直飞的航班，要经迈阿密转机回 San Francisco。时间还早，我们到贵宾室坐坐。24小时开门，这个VIP lounge还是不错的。进来了，里面好大哦。所以你坐哪里？你要坐到一个沙发这里，那边地方还比较大。我们马上要飞迈阿密了。利马飞迈阿密有2625英里，也就是4200公里，要6个多小时的时间。要到迈阿密了，边上好多小岛。迈阿密的这个出境口好长啊，已经走了3-4个这么长了，还不知道要走多久，看不到头。这是我去过机场里面最长的一个。终于来到了它的贵宾室，谁知道里面的人比外面的还要多，等位置还得排队。这就是迈阿密了。我们从迈阿密顺利的飞回了家中，结束了我们28天的南美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旅行再见。